大家好啊，今天是2025年1月5号。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个就业相关的话题啊，就是有一位同学啊，他毕业之后找工作啊，接连碰壁啊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一条非常沮丧的视频，因为自己真的心里非常的难过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排解，所以说，就想制作一条视频，和互联网上的家人朋友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吧。因为最近秋招其实也快就进入到了尾声，然后自己的选调和事业编都下岸了，目前收到的 offer 基本上都是银行的，有国有行业，有股份制银行，央国企只有几家收到了一些回信，但是就是仅仅是这几家央国企的话，进入桌面之后也是因为性别问题，因为我是女生，然后被淘汰掉，或者说因为碰到一些王子公主们，就是家里有资源的同学们，就他们肯定是会更胜一筹。所以感觉自己非常的难过，而且也感觉自己很没有用，没有什么能力。就回顾了一下自己硕士的3年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，也什么都没有成长，就是感觉好像白读了这个硕士。我回想了一下3年前，其实那个时候自己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。我想一下，那个时候是特别的意气风发，也踌躇满志。用身边的同学的话来说的话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走路都带着风。但是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真的是一个废物，就好像做什么都不行，感觉整个人都陷入了很 emo 的一个状态。而且真的说毕业要去进银行吗？要干销售吗？要做营销吗？我感觉自己也没有信心，好像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好这个工作，所以真的很难过吧。谢谢大家。好啊，我们刚才看完了这位人大的一个女硕士啊，一个女生啊，她的成绩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啊，另外她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啊，以专业第一的成绩，然后考研成功啊。但是她找工作的时候呢，她应该是金融或者是相关领域的一个专业啊，然后去银行相关的工作去看了一下啊，基本上啊就是完全招不到啊。她呢就是怎么说，遭遇了这种什么？非常典型的这种叫什么萝卜招聘啊，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啊，就是你呢只是用来去陪跑、去陪标的啊，真正招聘的人啊，并不是你啊，是那些已经有关系的、已经内定了的人员啊。他这个银行行业呢，其实是相对来说，还是有一些给外面的一些人干活的一些人啊，比如像他说的这些销售啊、营销啊这些岗，还是给一些像他这样的刚毕业的这些同学们的啊。你像另外的一些专业啊，比如说我知道的，就像烟草那边啊，那边招聘那简直是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萝卜招聘啊，就是很明显，你看了都觉得什么哭笑不得啊。就是你说一个这种烟草的行业啊，他招一个什么客户经理啊，他的要求是什么？就要求是什么足球运动员，知道吗？还要足球什么2级运动员啊？咱们也搞不懂啊。咱们这个烟草行业啊，你已经是暴利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去搞这种呃什么足球运动员啊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、匪夷所思，对不对？这个之前就应该是去年的吧？去年好像是几月份的时候，就是贵州那边有一个这种烟草局去招聘啊，他就很明确啊，要求的他那种招聘就是很明确，要求专业什么体育专业啊，什么运动训练专业啊，反正就是招运动员相关的专业啊。而且还非常明确的就是标明了要有足球国家2级运动员以上的这个资格优先啊。真的是莫名其妙，是不是？你不理解对不对？很多人后来呢，他招聘完了之后，他要发那个公开招聘的你录用人员的名单，对不对？他那个名单有网友也去扒了一下啊，就是真的啊，里面就是有这种什么体育教学呀，什么体育经济与管理啊，真的是体育行业。现在我也想说一下啊，就是如果你是学的体育专业啊，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啊！你想一下啊，咱们这个烟草行业为了解决咱们这个就业啊，已经开始啊破额录取了啊，录取咱们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人才了啊，来到咱们这个烟草行业啊，继续为咱们这个烟草行业发光发热啊。有很多网友就去质疑这个啊，这叫什么萝卜岗啊？然后贵州烟草局呢，他也去发了一个这个新闻啊，发了一个公告啊，就说啊，这个招聘啊，完全是过程完全合规的啊，符合这个呃叫什么体育专业就毕业的这些毕业生啊，符合这个担任客户经理的这样一个要求啊。
真的是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已经很过分了，对不对？知道这些烟草行业啊，并不是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进去的行业啊，像体制内的很多的这种，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啊，现在就是咱们的毕业的同学们啊，都已经快怎么说，被内卷啊，被这各种来自各种名校的这些同学们啊，像人大那位同学啊，他就招不到啊，他找不到工作啊。你想想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人大上面还有清北啊，你就想想啊，如果是这些清北啊，他们也参与到这场内卷，他们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也参与到向下兼容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，卷的会卷成啥？卷成麻花了，对不对？你想啊，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呢，也会说这样一句话，叫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但是现在呢，恐怕得换一套说法了，这叫说清北博士走一遭啊，中学教鞭才稳当啊。这不啊，就是之前苏州这边啊又公布了一个招聘的名单啊，直接就是怎么说，看的人有点晕啊，就是清一色的啊，全是清华北大啊，什么博士啊、硕士啊，你想想，全都是这些啊，完全没有师范生的一个容身之地啊。你想啊，苏州这样一个中学啊，它这个招聘名单啊，那绝对是王炸级别的，13个岗位啊，清华北大占了多少？占了10个啊，剩下的几个呢，就是顶尖名校的这个硕士博士啊。学校公布了这样一个豪华的名单，之前深圳那边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单啊，就是成功的就把这个什么啊名校光环啊，这个高学历的教师啊，直接就推向了这个顶峰啊，吸引了咱们这些在苏州上学的家长们的注意力啊。这些是什么？这就是来一个广告啊，就是苏州的中学已经明确了啊，咱们这的教学质量非常强啊，全都是来自名校的这些教师队伍啊。欢迎同学们来咱们学校来就读啊！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师范专业毕业的啊，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啊，不知道是作何感想啊？现在咱们这个教育的内卷程度啊，真是让人什么望洋兴叹啊！你想想你的孩子啊，你如果是在苏州这个中学就读啊，你教你的是清华北大的老师啊，你想想啊，你什么时候何德何能啊？你再反过来再想一想啊，就是哪怕你考上了，你的工作啊，可能就是和你的老师是一样的啊。咱们也不是贬低老师的意思啊，只是说啊，咱们现在这个学历和咱们这个就业啊，这个匹配关系啊，完全是错位的一个状态啊。话说回来，你说咱们现在这种内卷的背后啊，你说你想想是多少人的这种无奈还有焦虑啊？你想想，就是咱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是不是？很多这个农村的孩子啊，辛辛苦苦呢，他也就考上了一个什么二本啊，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，然后却发现啊，他现在没办法，只要想着正常的工作找不到啊，这个企业也不招人啊，没办法啊，就是去应聘一下这个教师的岗位啊，但是他发现啊，这个门槛啊已经高到了天上去啊。这也就像一款游戏啊，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啊，永远是那些掌握资源的这些人啊，那些没有资源的这些农村的孩子，那就没有办法，那些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呢，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是看着这个规则啊，不断的去变化，然而呢，却是无能为力的啊。以前上学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这个学校的老师呢，都是从一些师范院校毕业的。那会儿的老师的这个水平呢，虽然不是顶尖啊，但是呢，也能够把大家教的明明白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看现在啊，就是博士、硕士已经开始去教这个中学了。你想想那些师范生应该怎么办？他们只能去教什么？去教小学或者是幼儿园吗？这让人非常的费解啊！以前我们就说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现在看来啊，好像你只有考上这个清华北大啊，才能够算个人才啊。剩下那些普通人啊，只能是做一些普通的岗位啊。像这个滴滴啊，像这个外卖员啊，这些岗位啊，也是为你敞开的啊。从名校下凡了的这些毕业生啊，你说他们个个都是什么人中龙凤啊，精英中的精英啊。如果你说他们受了这么好的一个教育啊，自己有这么高的聪明才智啊，然后他不去搞科研，不去搞这些高科技啊，反过头来啊，去中学里教书啊，你想想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？你这叫什么？你就是屠龙刀去切菜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杀鸡用牛刀的这个感觉啊？当然啊，我不是说他们不配当这个老师啊，只是觉得啊，这个人才资源他是不是应该合理的去分配啊？让那些更擅长的人、更聪明的人去搞这些科研啊，让那些真正热爱教育的人啊去教书呢？你想想这个资源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啊？你说这些名校毕业生他就扎堆的这种情况，他而且还不是一个个例啊。你像之前的陕西也好，浙江也好，很多连这种幼儿园啊都开始招这个清北的这些博士硕士了啊。你说卷到这种程度啊，让人都没办法细想啊。你说以后啊，是不是幼儿园就开始要求这个开始卷论文了？我都不敢想象啊。你说以后的孩子去上幼儿园啊，回来之后张口闭口啊，给你讲什么是量子力学啊。你想想这些做家长的人，
他能受得了吗？是不是？而且呢，现在学校呢也热衷于招这个名校的毕业生啊。你想想，他难道只是为了说，提高这种学校的一个知名度嘛？其实这背后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啊。大家想一想啊，在我们现在啊，什么是最值钱的啊？现在啊是学历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了高学历啊，就好像你拿了一个通行证啊，可以获得很多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啊，获得更高的一个收入啊，甚至呢可以改变命运啊。但是那些学历相对没有那么高的这些人啊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啊，只能是非常的无奈啊。这种学历之上啊，它就逐渐演变成了什么？一种学历的霸权啊。现在我们社会机制啊，就强行的把这些价值啊赋予在这个学历上面，而且呢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每年的毕业生会越来越多啊，这种学历的贬值呢也会越来越严重啊。你手中的学历啊，可能用不了1年、2年、3年啊，就会通胀啊，就会进一步去贬值啊。刚刚毕业的这些同学们，新鲜出炉的这些博士硕士啊，就会踩着你的尸体啊继续往前走啊。这就像一个魔咒啊，它是束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啊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，现在像这些清北毕业的啊，刚才我们说到的啊，就是现在的教育资源呢过于这种扎堆啊，过于是不平衡啊。你像清北毕业的同学们啊，他们就去苏州去，当老师啊，去教中学啊。你想想这些名校扎堆的这些中小学啊，往往会集中在一个什么一个地区最优质的这种教育资源啊。但是那些其他的那些普通的学校呢，包括比如说你是苏州市里面的，那我想问一问啊，苏州周边的这些县乡呢，他们的这些普通的这些中小学呢，他们是没办法啊，他们是没办法给到这么好的师资的吸引力啊，吸引不到这些清北的这些毕业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只能看着名校在那里吃啊，自己连口汤都喝不上啊。像这种马太效应啊，那就是不断的加剧啊。这样啊，这个教育公平啊，公平吗？你说？肯定是越来越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按理说啊，咱们这个教育的应该是公平的分给到每一个人啊，而不是说呢有少部分人去独占的啊。现在看啊，现在咱们这个教育的资源啊，就是变成了一种稀缺性、一个垄断性的一个东西啊，一个资源啊。那些普通的孩子呢，那就没办法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啊，别的同学的老师啊，那是清北毕业的，你的老师啊，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师范毕业的啊。你想想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呢，他们的老师呢，就是普通的师范学院毕业的这些学生啊，他们去做这个老师啊，那些掌握着这些教育资源，手握着大把的清华、北大毕业生的这些，那教出来的学生，那能是一样吗？大家可以想一想啊。这种富的越富啊，穷的会越来越穷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教育资源啊，完全的成了这些阶层垄断的一个产物啊，而失去了我们这个公平教育的这样一个初衷啊。现在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？好不容易那些读书然后挤进名校的那些学生啊，最终呢还是会回到当初的那些名校啊，继续参与这个内卷啊，这就像一个循环啊，就像一个无底洞啊，把所有的精英然后吸收进去了，然后吸收进去干什么呢？继续去内卷，去上名校，然后名校毕业之后呢，回到这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啊，继续再培养下一波精英啊。你想想，从名校毕业的这些精英啊，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梦想的，也是有自己的激情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生生的被这种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的内卷啊，就是把他们牢牢的锁定在现在的一个中学的普通的中学里面啊。有一首歌是这样说的啊，就是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啊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在最终发现自己还是在原地打转啊，这种感觉实在是过于悲凉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关于这个教育，大家关于这个就业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啊，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